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聚焦，我是美玲。近日，海外的著名反共学者袁弘彬先生在台湾接受闽南郎的专访，又一次揭开了他当年与中共党魁习近平的酒友往事。大家知道吗？这个故事可不是一般的八卦，而是直接揭露习近平内心最深处的想法，绝对的劲爆。想想看，从1987年到1988年，当时的习近平还只是一个在厦门市任职的小官员。可是就在这个时期，他与袁弘彬却成了酒友，两个人是一见面就2瓶茅台，酒过半瓶以后，习近平话匣子就打开了，而这些话今天听起来可真的是让人毛骨悚然。袁弘彬回忆说，有一次喝醉以后习近平竟然说中国人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他说什么呢？他说中国需要有40亿人才能够统治世界。天哪，大家想想，40亿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大家弹屏里刷一下，你们觉得这种说法正常吗？是不是有点恐怖？而且我就想说，这种人多好办事的思维，其实根本就是中共的奴隶思维。在他们的眼中，人就是消耗品，是实现他们野心的工具而已，对吧？而更恐怖的就是，习近平还认为长津湖战役那些冻死的士兵无所谓，因为他们多是国民党投降军。这话怎么听着怎么让人不寒而栗，是吧？朋友们，咱们在评论区里来刷一下，您觉得一个能这么轻描淡写谈牺牲生命的人掌握国家大权会是怎样？而且袁弘彬还爆料说，这个习近平还有酒后乱性的一面。有一次呢，他竟然在酒后拍了一名女服务员的臀部，结果被厨师群起追打。袁弘彬和他一起翻桌子挡人，最后逃进圆明园的荒草丛里。这个画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既荒唐又惊悚？其实说真的，这种所谓的讲义气也是双刃剑。朋友们，他不出卖朋友，那是他还需要这些人，一旦不需要了呢？就像他今天亲戚党内高层一样，哪个会是真朋友？袁弘彬还提到，习近平在平时的表现与在酒后的表现可以说是判若两人。在平时呢，跟人接触的时候，他显得很木讷，很沉默寡言，甚至给人忠厚老实的感觉，甚至有的时候给人一些有点愚蠢的感觉。就比如说，他愿意吹嘘自己扛200斤麻袋走10里山路不换肩，他不是今天才这样自吹的。当年和袁弘彬、李书磊3个人一起喝酒的时候，他就这样吹牛，说他当知青的时候身体是多么强壮。袁弘彬当时就说了一句：“你傻不傻？换一下肩不是更好吗？”他当时就很生气。他平时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旦喝了酒之后呢，完全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会极其主观，意志表现也是极其的凌厉。袁弘彬说自己后来也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他就认为这可能是跟习近平个人的命运遭遇有关系。他是1959年开始就因为他父亲与彭德怀的牵连，整个家族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和冲击，这可能使他在没有喝酒的情况之下比较木讷，也比较沉默寡言，把自己的真实想法深深的隐藏起来。那喝完酒之后呢？我们知道喝酒以后，酒精所焚毁的是人的理智。人们常说的酒后吐真言，就是烈酒把这个人的理智焚毁了之后，人们就不再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就会表现出真实的感情。所以袁弘彬认为，习近平这种酒后的情绪发泄才是真实的习近平。各位，像这样的一个人，后来竟然掌握了整个中国的权力，你们觉得是不是有点细思极恐？其实他平时装得很老实，那只是一种伪装，他内心其实是狂妄而危险的。另外呢，5月9号，俄罗斯的红场搞了一个盛大的2战胜利80周年的庆典，普京拉了一堆外国领导人去参观观礼，而习近平呢，不仅坐在最显眼的位置，还与普京肩并肩，时不时的耳语。这个画面简直是告诉全世界，中俄友谊无上限。红场上的气氛可以说是奢华至极，鲜花铺地，军乐齐鸣，俄罗斯军人步伐整齐，坦克和导弹在广场上碾压而过。普京站在主席台上，口口声声说着反纳粹，仿佛他不是那个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发动者，而是捍卫正义的英雄。而习近平呢，他站在普京的身边，笑容满面，仿佛对眼前战争现实一无所知。第二天，也就是5月10号，
欧洲几大领袖，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塔默、波兰总理图斯克集体跑到乌克兰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站在一起，声援这个被俄罗斯入侵的国家。他们没有豪华的红场，没有耀武扬威的坦克，只有简朴的会面、温暖的笑容以及坚定的承诺。这两个画面摆在一起，那简直就是现实的讽刺。一边是胜利的狂欢，一边是正义的坚持，而习近平却选择站在了普京的这一边。要知道，这个不是一次普通的外交访问，普京把红场庆典变成了一个宣传工具，企图把侵略战争包装成反纳粹的正义之战。而习近平和其他20多个外国领导人站在了他的身边，无疑是在为这种虚伪站台。说实话，看到这两幅画面，我都觉得丢人。习近平，你出现在红场，真的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站在普京身边，看着那种胜利的场面，却对俄罗斯轰炸乌克兰、杀害无辜的平民只字不提。而更荒唐的是，北京的官媒居然还在为这件事疯狂的点赞，什么坚持证据二战史观，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拜托，请问正义在哪里？是跟一个侵略国家站在一起吗？中共从来都是站在专制者和侵略者的一边，打着历史真相的幌子，其实是在为自己的独裁证明。他说自己是二战胜利者，其实是靠苏联撑腰，靠出卖国家利益换来的胜利。而欧洲领袖在基辅的画面虽然是简朴，但是却充满了力量。没有豪华的阅兵，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团结、坚定和对侵略者的明确态度。马克龙说得好，站在战争一边还是和平一边，一切一目了然。历史不会忘记这两个画面，一个是和平的支持者，一个是侵略的帮凶，而习近平不幸地成为了后者代表。这两个画面也许会载入史册，而历史会记住谁站在了正义的一边，谁选择了沉默，甚至站在了侵略者的一边。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事情，那就是香港大富豪李嘉诚在内地房地产开始大降价抛售，尤其是在北京的玉翠园，部分房源竟然打到了7折。那么这背后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深挖一下。首先咱们来说说这个玉翠园，它是位于北京的东西环朝阳区，地段非常的好。最早是在2001年，李嘉诚的和记黄埔以7亿元拿下这块姚家园地，楼面价值是每平方米1750块钱。到了2005年，一开盘均价为每平方米9000块钱。到了2011年2期价格就飙升到了每平方米2.9万元。2023年备案价更是达到每平方米9.07万到9.97万元。可是现在呢，最新推售的高层房源均价居然降到了每平方米7万块钱，总价最低是980万元起，比去年开盘价还低了近100万。别墅呢，也是从3200万降到2900万元起，这个降价的幅度真的是让人瞠目结舌。而不仅如此，李嘉诚的公司还推出了2种补偿的方案，安抚那些高价买房的老业主，要么是补装修，要么是给现金补贴，每户最高可以拿到100万元。那么问题就来了，李嘉诚为什么突然间大降价呢？这个事还要从他最近的操作说起。大家知道，前一阵子李嘉诚刚刚宣布以228亿美元把他在巴拿马运河的港口资产卖给了美国贝莱德集团牵头的财团。这笔交易直接惹恼了中共高层，因为它涉及到地缘政治，美国资本参与，中共当然是不高兴，于是马上就命令相关部门审查。不过这些港口都在海外，中共也没有办法阻止这笔交易，所以怎么办？只能在舆论上口诛笔伐李嘉诚。中国媒体连篇累牍地批判他不爱国，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口头威胁对李嘉诚来说呢，根本就不痛不痒。其实大家要明白，李嘉诚这一系列操作不是情感冲动，而是冷静的资金布局。他早就看透了中共统治下的经济形势，房地产泡沫越来越大，银行坏账高企，经济下行压力剧增，所以他现在是赶紧套现，能拿回多少就算多少。你们看，这不仅仅是降价卖房这么简单，而是一次大规模的资产撤离。我们来回顾一下，
李嘉诚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逐步的出售内地和香港的资产，转而将资金投向海外。这次北京遇刺源的降价，只是他整体撤离策略的一个缩影。有些人可能觉得李嘉诚是在割韭菜，但是你要明白，他并没有逃跑，而是合理的避险。任何人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财产。好的，今天内容就分享到这儿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您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了。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见。